房后酿成大错，黄体破裂。劝告：夫妻生活不是打仗，请务必适度。王大姐和许大哥今年已经40多岁了，两人长期分居，因为王大叔需要到外地出差，每次出差的时间都是半年左右。这次许大哥出差了将近1年才回家，好不容易有了和妻子亲热的机会，可是在中途妻子却因为肚子疼终止了同房。许大哥的心里有点闷闷不乐，但是看到妻子苍白的脸色，似乎疼痛是真的，赶紧给妻子端来一杯温水，让她快点喝下去缓缓。可是妻子喝了之后，腹痛仍然持续，许大哥只好连夜带妻子去医院检查，没想到妻子是因为黄体发生破裂之后引起的疼痛，而且情况比较严重，需要及时进行手术治疗。许大哥百思不得其解，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怎么会出现呢？他不好意思的咨询医生，医生告诉他，这是因为你们在同房的时候动作过于粗鲁导致的。听到医生的说法，许大哥感到十分愧疚，一时的激情竟然还会导致这样的悲剧发生。黄体到底是什么东西，竟然会发生破裂？接下来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来谈谈吧。1. 同房并非打仗，不要太激动。同房就是性生活，是夫妻生活之中经常会做的事情，能帮助夫妻促进感情的亲密度以及家庭的和谐度。正确合理的同房还能间接性锻炼身体，有利于健康。不过在进行性生活的过程中，要注意行为不能过度剧烈。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由于男性生殖器官的撞击，会导致子宫和卵巢的压力增加，黄体则会在这种刺激下发生破裂，引起不同程度的疼痛。就算没有破裂，还有可能对卵巢正常的黄体形成和功能造成影响。看到这里，或许有的人会感到好奇，不知道黄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大家平时所熟知的只有卵巢和子宫，对黄体的名字不甚了解。黄体其实是排卵后由卵泡迅速转变而成的一种富有血管的腺样体结构。具体来讲，就是在排卵之后残留的卵泡壁塌陷，卵泡膜的毛细血管以及结缔组织之类的物质就会深入到颗粒层，然后在促黄体生成素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大，逐渐形成富含毛细血管并且带有内分泌功能的一个细胞团，其新鲜的时候颜色为黄色，所以被称为黄体。卵巢黄体的分泌物为黄体酮，而黄体酮属于一种天然孕激素，该激素是维持妊娠的必需成分。不仅如此，孕激素在受精卵的植入以及胎儿安全成长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还和雌激素共同作用，使女性做好产乳的准备。另外，黄体所分泌的黄体酮还能抑制平滑肌的收缩，促使子宫颈口闭合等。如果黄体受到过度刺激，就有可能发生破裂或者不正常消失，导致人体的孕激素分泌不足。这种情况属于一种急腹症，进而出现疼痛等不适症状。2. 黄体破裂的时候会出现哪些症状？据了解，在临床上有 57.1% 的黄体破裂患者都是因性生活不当导致。除此以外，黄体有可能会因为出血增多，导致自身的压力增加而自动破裂，有可能会在剧烈撞击、跑步、跳跃等过度刺激下破裂，也有可能是怀孕之后子宫逐渐增大，导致黄体受到的压迫增加后发生破裂。黄体破裂后会引起疼痛，主要是因为黄体的表面有大量的血管，如果血管在受到过度刺激后发生破裂出血，腹膜受到血液刺激之后，就会引起末梢神经发出不同程度的疼痛感。在临床上，大多数黄体破裂患者都是一侧下腹痛。如果是黄体自发性破裂，大多发生于月经后半期，也就是所谓的黄体期，其疼痛症状可能是轻微的，也有可能是剧烈的。如果是外力刺激引起黄体破裂后，疼痛症状可能较严重，甚至难以忍受。不仅如此，还有可能导致恶心、呕吐、肛门坠胀或者尿频等症状发生，需要及时到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另外，黄体破裂之后，局部的毛细血管发生破裂后会引起出血，如果出血量比较少，
没有对周围的组织造成刺激和影响，患者可能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如果出血量比较多，患者不仅会出现明显的疼痛感，还会表现为面色苍白、出冷汗，情况严重者还会昏厥。不仅如此，黄体破裂还有可能出现月经不调、月经前综合征、不孕不育等不适症状。如果发现月经周期短于21天或者超过35天，经血量过多或者过少，甚至闭经，又或者每次月经前经常头痛、乳房胀痛、腰酸背痛等情况，就要警惕黄体发生破裂。如需进行夫妻生活，需要加倍警惕，尽量减少黄体受到的刺激和压迫。3. 性生活是一种享受，而非一种伤害，请注意温柔对待。性乃人之常情，性生活应该是一种愉快的行为，而不是伤害身体的行为，所以大家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最好做到以下4个方面，以免引起黄体破裂。1. 合理安排性生活的频率。性生活的频率可根据年龄来进行安排。美国的性医学会曾经公布了一个性爱公式，用以帮助夫妻安排性生活的频率。公式是夫妻生活频率等于年龄的首位数9，所得的10位数为天数，个位数为性生活的次数。比如一个30岁的人在20天内可以进行7次性生活。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按照这个公式来安排性生活的频率，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存在个体差异，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大家最好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进行性生活。大多数情况下，22岁到25岁期间的男性每周进行3次性生活，32岁到35岁的人每周2次，41到45岁的人则降到每周1次。2. 注意个人卫生。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进行性生活的前后时间段都需要做好个人卫生，最好适当使用温热的清水冲洗局部，以免性生活的过程中导致生殖器官受到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增加疾病的发生率。尤其是女性更应及时清洗会阴部位，以免局部残留的体液滋生细菌之后引发阴道炎、外阴炎的妇科疾病。3. 注意性生活的技巧。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夫妻双方需要配合对方，所以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比如通过不同的姿势或者节奏等方式，可以增加性生活的乐趣。需要注意的是，尽量避免过于复杂或者容易损害身体健康的姿势，以免对女性的黄体造成过度刺激之后发生黄体破裂。4. 避免过度剧烈，适度的性生活才能使人感觉到愉悦。如果性生活的时候幅度过大或者过度剧烈，可能会导致男女双方的身体都受到伤害。比如女性可能会因此出现黄体破裂，引起疼痛、出血或者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男性则会因此引起生殖器异常勃起。因为过激的性生活会导致阴茎持续充血，引起局部肿胀、疼痛。如果没有及时控制，还有可能引起血液瘀滞，导致静脉回流异常，在局部形成血栓或者肿块。情况严重者还有可能出现勃起障碍或者阴茎折断，导致永久性损伤。建议大家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要掌握好分寸，控制好自身的情绪，以免过度激动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导致身体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医生有话说，综上所述，同房的时候如果过度激烈或者姿势不当，都有可能导致黄体发生破裂。建议夫妻之间进行性生活要提高警惕，尽可能合理安排性生活的频率，注意个人卫生以及性生活的技巧，避免过度剧烈，不要因为一时的激爽而对身体造成伤害。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对黄体的认识有多少呢？如果您对我说的有其他的看法或者意见，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可以一起讨论。